这里是刷刷，欢迎来到16人格新系列的第4期。咱们结合生活来看看专业又生动的人格类型解读。今天我们的主角是 ESFJ， 在刻板印象里会被认为是喜欢照顾人的小天使，活跃气氛的小蛋糕 cupcake。负面一些的呢，会有类似于妈妈桑、极端集体主义者，甚至过于圣母的评价。你知道吗？在之前 MBTI Menu 的调研中发现， ESFJ 是所有人格中对婚姻和亲密关系满意度最高的，对自己工作的满意度最高的，对自己同事的满意度最高的。不知道你的身边有没有可能是 ESFJ 的人？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有什么共性，以及他们可能不为人知的一面吧。如果我们将 ESFJ 比作一艘飞船，那么这艘飞船权限最高的指挥官就是 ESFJ 的主导功能，学名叫做 Extroverted Feeling 外倾情感，简称 FE。 概括来说的话，是一种基于外界情感做决策的认知过程。它的主导决定了 ESFJ 的2个基本倾向。一方面 FE 是一个情感功能，这意味着他们很难不去考虑到人的情绪价值，很难不去顾及到人的情感、态度和立场。关注这些对他们来说就像吃饭喝水那样自然和简单。另一方面，由于 FE 是外倾情感，是侧重外界的情感功能， ESFJ 更注重影响和协调他人在外部世界中的情感、态度和立场，所以他们对他人的敏感度往往超过个人层面，以至于他们很多时候都会与环境中整体感受产生共鸣，甚至将其视为自己的感受。这2个倾向并不意味着他们无法独立思考问题，也不代表他们不讲逻辑。实际上，他们也可以非常有条理地分析事物，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中立但冰冷的理性分析往往更多地停留在他们知道的层面，而难以真正在做到的层面去贯彻它。或者说，他们其实也不想贯彻它，因为最吸引他们的是人与人的温暖连结与彼此信任的关系。虽然人格并不涉及到必然的能力水平，但是从小就喜欢把注意力放在人际关系和他人需求上的 ESFJ， 在这方面几乎都具备很高的耐受度。什么意思呢？他们对他人的敏感是敏锐的敏感，而不是过敏的敏感。去照顾他人，包括情感需求、现实需求等等的需求，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一件相当自然的事情，很少让他们觉得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这让他们往往自发地会成为照顾氛围、拉近人与人的关系，试图让所有人都感到舒服和满意的那个人。比如在活动中，很容易看到他们是主动去认识大家的那个，他们也很容易成为一个集体的中心。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展现的多么独特、多么特立独行，因此成为焦点。恰恰相反，他们成为中心是因为他们特别容易成为集体的代言人。如果你进入 ESFJ 的脑内，你可能听见他们的指挥官 FE 经常有类似的声音。我看到这个人今天情绪好像有点低落，要不要去看看他是不是需要倾诉和安慰？我的朋友很开心，真好，我也特别替他们感到高兴。因此，你会发现他们习惯性的把他人的需求放到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比如他们很可能在需要的时候去恰到好处的表达欣赏和称赞，比如看到朋友表演完，上去告诉朋友，你做得太棒了，我们为你而骄傲。他们也许对实际表演没有100%的感受，但是他们希望朋友感觉好的心意几乎总是真诚的。而当他人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倾向于是主动提出想解决的人。比如一起旅游的时候，我发现有的朋友其实想去另一条路线，我们一起来看看该怎么办吧。那些关于他人的重要事项，他们也因此更容易记得。嘿，我记得你花生过敏，这次点菜我让他们拿走了花生。他们为了做这些满足他人的事情，很多时候其实不介意消耗掉自己很多的精力与时间，给自己添上很多别人眼里的麻烦。甚至有时候别人其实并没有明确请求他们这么做，他们就这样自发的去做了。这让一些人在感动之余会生出这样的疑问，觉得他们是不是好得过头了？怎么都没什么自己的私心，就算有，好像也每次都能为了他人而放下。他们这些举动是真实的吗？还是他们是在表演作秀，是一种绿茶的行为呢？但是看待那些特别强调自我意识和满足自己的人，
指挥官 FE 何尝不会有类似的想法呢？真的有人完全不在乎别人吗？怎么可能呢？很多人看到这里会说，哇，指挥官 FE 指挥下的 ESFJ 和 ENFJ 岂不是天生的好人、小天使？我个人是不喜欢这种说法的。一方面，这种老好人的标签何尝不是对这个人格类型的一种裹挟？不只是在 MBTI 圈子里，在生活中也一样如此。因为在 ESFJ 里面，并非没有自我的部分，也并非不知道世界上有独立性这个东西，而这其实恰恰是他们最脆弱和矛盾的部分。不能因为他们把集体放得更优先就忽视了他们一样也是完整立体的人，一样有其他的部分。另一方面，把集体的位置放得很高，对 ESFJ 本人和与他们相处的人来说，一样可能带来一些困扰。对于 ESFJ 来说，很大的困扰可能就是孤独。他们迫切地希望感受到与人连结。很多 ESFJ 都反映说，自己有时候和自己大声说话，只是为了让自己感觉到有人陪伴。这种孤独感的体验，在和人相处离场之后，会更加的明显。另一个困扰就是不善于拒绝他人了，甚至有时候不是不善于拒绝，而是不善于不主动提供帮助。别人可能都没问，看到有人有这个需求，就感到不由自主的想去满足别人。这个根源是指挥官 FE 是在以集体的标准做决策，也就是他想为整个环境中的他人负责。很多 ESFJ 要学的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知道自己无法满足所有人。而对于他们相处的人来说， ESFJ 的关心一旦超过一个程度，可能会有点窒息。他们太想一起去面对问题，在能帮的事情上都尽量去帮忙，以至于都没有留什么机会给别人去独自处理自己的事情。这在亲子关系以及亲密关系中格外常见。ESFJ 父母很容易成为那个牺牲自己事必躬亲的照顾者，在让人感慨他们付出的同时，也会让孩子感到幸福的烦恼，被照顾得很好，但是缺乏自己的空间。虽然飞船的指挥官很重要，但是 ESFJ 这艘飞船并不只有指挥官一个人驾驶。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船员，也就是飞船上的副指挥，学名叫做 Introverted Sensing， 内倾感觉，简称 SI。 概括来说的话，是一种通过已经积累下来的实际经历去学习和吸收信息的认知过程。它不像指挥官那样理所当然、势不可挡的驾驶飞船，但是对飞船一样有极大的驾驶权限。和指挥官 FE 一起是这艘飞船上的高层领导。首先 SI 是一个感觉功能，注意这里的感觉主要强调的是类似于五感这样具体的实际的感知世界的方式，与之相对的是类似想象和直觉这样跳出现实的信息类型。也就是说，对副指挥 SI 来说，他相信的、更感兴趣的往往是看得见摸得着，在现实中经历体验到的。比如一个 ESFJ 参加朋友聚会，感觉有点累了，指挥官 FE 连忙说，大家一起玩多快乐，我可以和朋友待上一整晚。副指挥 SI 一听不乐意了，但是你继续下去，你的作息规律会被打乱的，你明天还有工作要早起。于是 ESFJ 有些纠结和犹豫，毕竟自己身体感觉累了是实实在在的，这么明确的信号他没办法忽视。但是和朋友真的很开心，他根本不想扫了大家的兴致。最后副指挥 SI 提醒，别忘了，你早上约了的同事可是和你再三确认过。指挥官 FE 从整体考虑一下，觉得有道理，于是特别热情友好的和每个人都告别祝福，可能走之前还打包走了厂子里的垃圾袋。另一方面，副指挥 SI 不仅仅是感觉功能，更是内倾的感觉功能。也就是说，对于副指挥 SI 而言，重要的不仅仅是现实的体验，还有这个现实体验得是经过积累和验证的。换句话说， SI 常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自己和别人已经获取过的体验经历去理解并且帮助 ESFJ 面对当下的挑战。这给 ESFJ 蒙上了一层保守和谨慎的色彩，也让他们往往很重视可靠稳定的生活，需要足够的时间信任人或者事。但是别忘了，总指挥还是 FE， 也就是说，当涉及到
他人、朋友之类的事情的时候 ，ESFJ 经常是会为了朋友放下一部分的 SI 的。比如，还是这个聚会的场景 ，ESFJ 想回家，这时候主人来感谢 ESFJ 说：“多亏你在，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活跃气氛。”指挥官 FE 一听，那不行，我得支持他到最后，我走了他咋办？副指挥 SI 提醒道：“你记得你晚上睡眠少之后工作的状态吗？你很清楚明天你会头疼的。”但是指挥官 FE 心意已决，同事那边我也可以加倍努力补偿对方，主办者这么信任我，绝对不能辜负他。最后副指挥 SI 只好妥协。只见 ESFJ 不仅仅是最后走的，而且还顺便帮主人收拾了一波，还继续聊了几十分钟，最后才恋恋不舍地离开。第二天硬撑起来去做该做的事情，但是仍然为自己没有以最好的状态来工作向同事道歉。然而在 ESFJ 的脑内，副指挥 SI 不断在敦敦教诲：这种错误以后不能再犯了，这不是一个良好的可持续的生活节奏。ESFJ 也深以为然，下次会提前说明自己离场的时间。可以说，副指挥 SI 让 ESFJ 尽可能的想感觉到自己有扎实的根基，有相对不用担忧的实际基础，在此之上再考虑其他问题。某种意义上，其实和指挥官 FE 形成了一种平衡，让 ESFJ 不至于被外界完全牵着走。比如 ESFJ 的一个好朋友有一个投资机会，非常有创意，但是需要大量金钱。指挥官 FE 肯定希望支持朋友，我得看看有什么是我能帮忙的，创业初期肯定非常艰辛。副指挥 SI 更关注的往往是看看有什么可靠的信息。没错，要帮忙，但是不要急着去投资，先花时间了解一下这个领域的内容再说。大饼美好，风险更大。指挥官 FE 继续站在朋友那边，朋友不可能骗我的，他肯定也是为了我考虑。于是副指挥 SI 把目光转向朋友。你这个朋友之前做过3次公司，半年内都失败了，这个教训你肯定不用我说要学吧？最后 ESFJ 多半是非常信任教训的，于是委婉地拒绝了投资，却表示愿意给予其他很多力所能及的帮助。搞不好实际上忙前忙后的成本算下来也并不少。前面一半主要讨论了 ESFJ 飞船上优先级很高的指挥官们，后面我们会深入到飞船上优先级较低但一样至关重要的船员。